2014年，美国发现了一个最离奇的隔壁老王，一个试管婴儿出生了，父亲却不是父亲，这委屈谁能受得了？果断把事情闹上了法庭。然而，真相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妻子是清白的，精子也的确是丈夫提供的，做试管婴儿手术的医院也没有出现任何失误。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环节都没有错，孩子的血型却和丈夫的无法匹配呢？英语科普。医院提出了一种猜想，让夫妻二人再做了一次更加深入的基因检测，这才揭开谜底。原来父亲的身体里有2套 DNA 数据，这位父亲是罕见的嵌合人。这说起来就是某种科幻小说里的情节，却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嵌合人是怎么形成的呢？嵌合人和父子血型不匹配又有什么关系？一个母亲在怀孕之初有可能怀的是双胞胎，只不过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一个发育迟缓，而另一个相对强势。强势的胚胎不光吸取了大部分养分，还把另一个因为养分不足而死亡的胚胎吞噬融合到自己体内。拥有这种情况的胎儿，要么呈现出2种肤色交错的病态皮肤，要么是某种生殖器官有2套，还有可能有更加明显的表现，就是有2种不同颜色的瞳孔等等。破案了，这个孩子是父亲未成型的兄弟的，而这个父亲很有可能永远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目前发现的嵌合人案例只有30个，也不知道这位父亲算不算幸运。嵌合人不仅发生在男性身上，女性也有过。澳大利亚的一位女士明明是从自己的肚子里生育的孩子，基因检测却不是自己的，她还因此受到政府部门严密的监控，认为她可能涉及人口买卖。直到她在政府24小时严密的监控下生下新的孩子，检测后发现这个孩子仍然没有她的基因，这才发现她也是嵌合人的秘密，她也才算洗清了拐卖人口的嫌疑。这种基因开的玩笑还不止这一个，年轻人一定对万能钥匙不陌生，比如手机里 WiFi 万能钥匙可以破解大多数 WiFi 密码，而人体也能蕴藏这样的万能钥匙。有一种血液因为缺乏 Rh 抗原而能够和所有血型的血液完美融合，号称万能血，它可以突破血型之间的障碍，给任何人输血，这是在挑战生物的基本规律啊！如果是无限词的话，那这后门开的也太大了。好在黄金血也只有1次输血救人的机会，之后输血人体会产生抗体，如果再次输入同样的黄金血，都有可能产生溶血反应。这原本是一种基因缺陷，最初缺乏抗原的胚胎是会被诊断无法存活的。全球只有43个人拥有万能血，有9个人自愿捐献了血液供科学家研究。虽然拥有黄金血的人极其珍贵，能为科学家提供进一步探索基因奥秘的实验体，但是他们也非常危险。一旦他们需要输血，他们也只能接受黄金血。还有2种幸运儿，基因给他们开了一个 VIP 通道。总有一类人每天最多只要睡5个小时，就可以维持剩余19个小时的精力充沛。比如著名的撒切尔夫人，每天就只睡4个小时，照样能够高效地处理政务，并且身体健康，随时充满活力。科学家们发现，他们拥有一种转录抑制因子 DEC2 突变基因，这部分基因负责减少人体所需的睡眠时间，而没有这部分优待条件的普通人，如果想要减少睡眠时间，也不能操之过急，可以想办法增加睡眠质量，从而慢慢减少睡眠时间，但一定是在遵从自身身体需求的前提下。该休息时注意休息，毕竟基因的事只能后天改善，不能改变。还有一类人，可能是全世界高胆固醇人士的公敌，因为他们拥有一种基因变异体，可以有效减少这些人的身体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而且概率不低，至少可以降低90%的风险。这种变异体叫做 PCSK9 基因，它属于1号染色体，是转换酶系统中的一员。目前，科学家认为这种变异体可以应用到人类基因治疗肝脏疾病的研究之中。还记得男人和女人对于口红色号的争论吗？事实上，科学家们发现，男性对于色彩的感知的确是要弱于女性的。人类感知视觉的能力是眼睛里的视锥细胞负责的。在漫长的进化中，
根据生存需要，哺乳摒弃了一些对于狩猎和求生来说无用的视锥细胞，只留下了感知蓝色和绿色的。后来，哺乳动物开始掌控事件，基因又再次把感知红色的视锥细胞加上了，这就是普通人的3色视觉。后来，基因突变产生了2种情况，一种是视锥细胞减少，一部分人成为色盲，通常是看不到红色的，或者感知力变弱。另一种就是不仅拥有3色视觉，还拥有一种橙色视锥细胞，也就是4色视觉。这种变异通常发生在女性身上，普通人可以分辨出100万种不同颜色，而她们可以感知到9900万种。拥有这种变异的人还挺多，平均每1000个女性中就有1个4色视觉的高级眼镜。说完了眼睛，再来说说眼睫毛。是不是大部分女孩子都渴望拥有一双有着浓密卷翘睫毛的大眼睛呢？然而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的睫毛都是短而直的，睫毛刷、睫毛膏、睫毛夹、增长睫毛液等等产品，就是为了女性这一需求诞生。但有的女性天生就有天然加粗加厚的卷翘睫毛呢，在她们的主睫毛的根部多伸出了一排较为矮小的睫毛，不化妆也能达到增加睫毛的存在感的效果。著名的好莱坞女星伊丽莎白·泰勒就拥有这样的天生电眼，神奇吧？造物主怎么能这么偏心？不过，双层睫毛也是一种基因缺陷，全世界只有5%的人拥有这样的美丽的困扰。因为睫毛在美化了眼睛的同时，过长的睫毛很容易接触到眼球或者掉落到眼睛里，引起眼睛黏膜发炎，不及时处理可能还会导致失明。还有一种看似细小，实际上可能非常危险的缺陷，也是基因和人类开的一个玩笑。你们一定看到过，有的人的耳朵上会有1个或者好几个针孔。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就是不听话的小孩子被妈妈送到医院，医生给扎的。开个玩笑，其实这是孩子一出生就有的。长辈们通常会把这些孔叫做富贵孔或者聪明孔，认为这是他们未来会顺风顺水、才智过人、富贵一生的象征。他们把它叫做苍眼。也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这是人类基因留下来的记号，证明人类最初是由鱼进化而来的，而鱼是用鳃来呼吸的。留在耳朵上的孔就是进化残留下来的证据。因此，他们也认为，天生耳朵有洞的孩子，未来一定有超凡的游泳天赋。实际上，这个孔叫做耳前维管，也叫做先天性维管，是胎儿在发育时期第一、第二鳃宫的小丘样结节融合不良，或者第一鳃沟封闭不全而遗留下来的缺陷。维管内部有可能有分支，并且是弯曲的，这是一种可遗传的疾病，一般不痛不痒，也不会影响人体健康。但是如果维管一旦发生感染，那么红肿发炎甚至流脓的症状就会反复出现。没有症状的可以不处理，但是如果按压有脓液流出，或者感觉瘙痒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选择切除，否则这里的炎症距离人类最重要的大脑可是很近的。还有一种看似很好的基因突变，有一部分人拥有比大多数人更高的骨密度，也就是说，他们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成分之一 LRP5 基因增多。人类如果缺乏 LRP5，会导致骨质疏松，容易骨折。但多了一些 LRP5 基因的这部分人，骨头则十分强健，基本不会断裂。而且 LRP5 还会参与脂肪运送和皮肤代谢，他们的皮肤不容易老化。这听着像是某种意义上的长生不老，不过可能也有一些小小的弊端。如果身体出现病变，需要涉及到开骨手术时，可能会让医生更麻烦一点。另外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变异，目前至少有10%的人类已经失去了这部分组织。怎么自我检测呢？首先将你的胳膊伸直，然后大拇指和小手指紧紧贴合在一起。这时候再看看你的手腕脉搏位置有没有一条凸起的脉络，有吗？如果有，可以在评论里留个有，找找同类。如果有的话，恭喜你，从远古时期的祖先身上遗传而来的长长肌。不要小看这条肌肉，它看起来细细长长，但却可以帮助我们的祖先牢牢地抓住树干上的凸起，有助于攀爬。如果没有，也不用沮丧，毕竟现在的人类也不需要时常攀爬觅食了，用不到的东西慢慢就会消失，这也是一种进化。前几年，医生还发现了全世界唯一一例脖子长肋骨的案例。
这位女士常常觉得左手常常发冷、麻木，原来是因为左边颈部附近多长了一段肋骨，肋骨逐渐增大，压迫到了颈部的大动脉，所以左手供血慢慢不足，引起不适。如果长期不处理，整只左手可能都会坏死。医生说，绝大多数正常人都没有颈肋，而每500个人中，会有人有一根额外的肋骨长在颈根部，但会很短，不用压迫到血管和神经系统。基因好像很精确，细微不同就会导致外观显示的千差万别，但它好像也会出错，好像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打了个盹儿，结果有时候令人啼笑皆非。你还听过哪些与众不同的特例呢？可以在评论区交流讨论哦。